大家好，我是乐乐妈。你是否也遇到过这些烦恼？每次从冰箱取出来的冻饺子呢，饺子硬邦邦的粘成一大坨，用手掰呢怕破皮，不掰又没法下锅，表面还裹着一层厚厚的冰渣，要是不管不顾，直接丢进沸水，冻得冰凉的饺子皮突然遇到100摄氏度的高温，外层淀粉呢会瞬间受热膨胀，而内部还处于低温状态，热胀冷缩的差距下，饺子皮很容易直接裂开，煮到最后满锅都是碎皮和露出来的肉馅，既没卖相又影响口感。其实想要解决这些问题，只需要一个简单的小技巧。首先准备一个干净的大碗，往碗里加入少许的食盐，不用太多，大概小半勺就够，再倒入足量的冷水，用筷子搅拌几下，让食盐充分溶解成淡盐水。接着把冻得硬邦邦的饺子直接放进盐水中，浸泡个1到2分钟就够。这2分钟里，饺子表面的冰渣呢会慢慢融化，表皮呢也会吸收适量的水分，从僵硬的状态变得柔软有韧性，原本粘在一起的饺子也会随着冰壳融化，表皮变软，自动逐个散开，而且每一个都完整无损，不会出现破皮的情况。这里要注意，饺子散开后呢，一定要立刻捞出，不能继续浸泡，因为泡太久呢，会让饺子皮吸收太多水，煮的时候反而容易变软烂。很多人觉得水里加盐是玄学，其实背后藏着科学原理。食盐能让饺子皮中的淀粉分子结构变得更紧密，煮出来的饺子皮呢，不仅透亮有光泽，还会更筋道有弹性。到了最后呢，还有少量的饺子粘在一起没有散开，千万别着急，用手用力掰，只需要让它们继续在盐水中浸泡一会儿。等粘连处的冰完全化掉，表皮充分变软，就会自动分开了。像这种冻成坨的饺子，用我们这个方法就轻松化解了。可以看到，像我们这样分离的饺子，每个都非常的完整，不破皮不露馅。以后不管你的饺子冻成什么样，用这个方法绝对没错，非常的好分开。我们在煮冻饺时，很多人习惯拿水开下锅，或者干脆冷水下锅，其实都不是最佳选择。在锅中加入足量的水，水量呢尽量多一些，给饺子足够的翻滚空间。水煨开时加入1勺食盐，让饺子皮在煮的过程中吸收少量盐分，口感呢更有滋味，还能让煮好的饺子皮更筋道，不易煮烂。而且盐水的密度呢比清水大，可以在饺子皮表面呢形成一层保护膜，有效防止粘连。用勺子搅拌一下，确保食盐完全溶解。待水再次沸腾后，转成中小火，让水面保持在撕开未开的状态。这时是冻饺子的最佳下锅时机，把冻饺一个个下入锅中。冻饺子内部温度极低，如果直接下入沸水，饺子皮呢会因突然受热而迅速膨胀，而内部的馅料和冰心呢还没有来得及升温，内外温差过大，导致热胀冷缩不均，饺子皮呢就容易被撑破，给饺子提供缓冲期。下锅后不要立即搅动，刚下锅的饺子皮呢还比较脆弱，立即搅动呢很容易将饺子皮戳破或碰裂，耐心等待30秒左右。你会看到饺子皮呢变得有些透亮，这时再用勺子的背面呢轻轻沿锅边推动饺子，让它们在锅中受热均匀，并防止粘锅。等待水开的时间，我们来切葱，将小葱切成翠绿的葱花。葱是灵魂提香剂，让整碗饺子汤更有层次感。装入碗中，一把香菜切成小段，香菜独特的香气能瞬间唤醒味蕾，为汤品增添一抹清爽，尤其解腻。
装入碗中，将一片紫菜撕成小片。紫菜呢，能为汤带来天然的鲜美味道，营养呢也更丰富。跟着加入一勺虾皮，再加入一勺猪油，这是让汤香到骨子里的关键。最后加入一勺食盐，少许鸡精和适量生抽，让味道更有深度。这边锅中水开了，这时我们需要往里边加入150毫升冷水，并搅匀。这就是点水，它的核心作用呢有2个：一，让内外同步熟；降温，让饺子皮放慢熟化，而馅性继续受热，避免皮熟馅不熟。2，防止破皮，减缓水的翻滚，给饺子皮一个定型的缓冲期。水再次沸腾后，再加入150毫升冷水，并用勺子轻推，这是关键的内外同步的阶段，让馅料充分受热，变得熟透多汁。水第3次沸腾时，最后加入150毫升冷水，进一步巩固皮的筋道口感，并让肉馅的香气完全释放。3次点水完成后，看到饺子都鼓囊着小肚子飘在水面上，就说明它们已经煮好了，可以准备出锅啦。用勺子先盛出一些翻滚的饺子汤，倒入我们准备好的调料碗里，并轻轻搅拌，让猪油、虾皮、紫菜和各种调味料充分溶解融合。一碗香气扑鼻、鲜美浓郁的紫菜虾皮汤就完成啦。用漏勺轻轻把饺子从锅里捞出，将饺子整齐地码入装有汤汁的碗中，一份完美的冻饺就完成啦。这样煮出来的冻饺子和普通做法相比，简直是天壤之别。它的皮呢更加的晶莹剔透、Q 弹筋道，完全没有一点粘连或破口。里面的馅料呢则是鲜香四溢、汁水饱满，每一口都充满了肉香。用筷子夹起一个，轻轻咬开，热气裹挟着香气扑面而来，饺子皮的韧劲和馅料的鲜美在口中完美融合。再喝上一口热汤，暖流瞬间涌遍全身，带来无与伦比的满足感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，我是乐乐妈，希望这个煮冻饺子的小妙招能让你家的餐桌呢多一份温暖和美味。记得点赞、关注、分享给家人朋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